2007年，一个小女孩的离奇失踪震撼了整个英国，其影响力迅速蔓延至全球。J.K. 罗琳、贝克汉姆和 C 罗等名人相继发声支援，英国警方更是不惜投入近1000万英镑展开调查。然而，案件的发展不仅引发了各种扑朔迷离的猜测，还在英国和葡萄牙之间掀起外交风波，双方一度紧张对峙。尽管真相似乎触手可及，但却始终隔着那层无法捅破的窗户纸。小女孩到底还活着吗？她如今身在何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Please, if you have Madeline, let her come home. 上集咱们说到医生夫妇带着3个孩子到葡萄牙度假，晚上等孩子们睡着了，夫妇俩呢就和朋友们去吃饭，结果年仅4岁、美丽可爱的女儿 Maddie 却丢了。葡萄牙警方经过调查，认为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孩子的父母，于是派人把这2口子带到警察局问话。可令人困惑的是，俩人对警方提出的48个问题全部拒绝回答，也拒绝接受测谎，抗拒到底。不过抗拒也没有用，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察们呢，胸有成竹，你们不说，自然有证据让你们开口。A Polícia Judiciária neste momento já tem muito bem clarificada o que é que aconteceu. Havia uma correspondência de cerca de 80% no mínimo entre o ADN, a amostra encontrada no interior do carro do que os McCann alugaram 25 dias depois do desaparecimento da Madeline e o perfil genético da menina. Agora a Sky News avança com este dado, afinal não será apenas 80%, mas será uma compatibilidade total. 警方的杀手锏是在 Maddie 失踪后夫妻俩车上发现的高度符合的 DNA 样本。可是眼看着真相就要水落石出了，警方却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在更高精度的仪器下，样本和 Maddie 的头发并没有完全匹配。在这些样本中提取的19个排序节点和 Maddie 匹配了15个，仍有4处无法确认。由于样本非常微小，没有办法再进行进一步的检测了。19%15是将近80%的匹配度，这个数据已经相当不错了。虽说不是100%吧，但也算是大部分符合了。但您别忘了 Maddie 还有一对龙凤胎的弟弟妹妹呢。这对龙凤胎的 DNA 跟 Maddie 非常接近，也就是说这些个 DNA 完全可能是龙凤胎留下的。Maddie 爸妈也提出，这辆车呢租下来之后，龙凤胎中的一个在车里流了鼻血，不仅车座上、车钥匙沾染了血迹，当时他们还用一张毛巾给他擦脸来着，完了以后呢，就顺手往后备箱一丢，这才是那些 DNA 的真正来源，而不是失踪的 Maddie 身上的。而在这个时候呢，夫妻俩之前请来的那个危机公关也终于派上了用场，他们声势浩大的开了场发布会，对警方提出的那些所谓的证据进行了驳斥。DNA 嘛，当然是双胞胎的。狗闻到的尸体味道也很好解释，这对夫妻都是医生在医院工作，免不了要接触死人，从那些尸体上染回来的呗。那日记的事更是欲加之罪了。谁说日记都得写好人好事本来就是发泄郁闷的渠道而已，抱怨2句娃不睡觉，那不是很正常吗？人家 Kate 说要给娃喂药了吗？说了吗？你们葡萄牙警方不好好帮忙找孩子，还要往悲痛欲绝的父母身上倒脏水往无辜者伤口身上撒盐，这种愚蠢的方式只能说明你们警方办案的无能这一番反客为主，让信心满满的葡萄牙警方难以招架。在他们最有把握的 DNA 证据突然变成不确定之后，那把冒烟的手枪其实就等于没烟了。这个反转来得猝不及防。Kate and Jerry McCann will be returning to the UK today with their twins, Sean and Amelie, as originally planned. They are returning to Britain after careful thought. They wish to reintroduce the twins as much as possible to an ordinary life in their home country. 于是在2007年的9月9日，正式被列为嫌疑人的2天后， Kate 和 Jerry 夫妇就带着2个孩子回到了英国。虽然他们获准离境但是条件呢是必须配合葡萄牙警方的调查，随时接受传唤。与此同时英国那边的警方宣布接手案件，展开进一步调查，目标同样聚集在孩子的父母以及同行的另外3个家庭上。这场从葡萄牙延伸至英国的跨国调查，随着核心证据的瓦解，让案件变得愈发的复杂难解。而原本在私下已经开始合作的2国警方，却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葡萄牙方面一口咬定那就是孩子的父母杀了 Maddie，
他们没有其他任何的嫌疑人，也不想有其他的嫌疑人，只是暂时拿不出更多有力的证据而已。英国方面呢，觉得这个事儿搞不好还有别的可能性，先别一竿子打死冤枉好人啊。葡萄牙方面指责英国警方拖延和干涉，而英国方面则认为葡萄牙警方是固执且缺乏专业性。那夹在中间的 Kate、Jerry 夫妇，那日子是相当的不好过。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凶手，但是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完全无辜。于是他们决定反手为攻。如果说只有找到孩子才能洗清自己的嫌疑，那俺们就不惜一切代价找给你看。前面也说了，Maddie 失踪以后好些个名人专门给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里头的捐款有上百万。尽管后来Maddie 的父母成了嫌疑人，捐款的人数立马跳水了，但是之前攒下的那些底子也非常可观了。于是这个时候呢，夫妻俩就找了个会计，公布了里面的具体数目，并且对公众喊话，只要是有人能够帮我们找到女儿，那这些钱全部归你，俺们一分不留。这样的重赏很快掀起了一个巨大的爆料潮，热线电话从早响到晚，邮箱清干净了，马上又被挤爆。上门的除了海量的吃瓜群众，还有号称能够 DNA 连线卫星找人的民间科学家，能穿越3界的神棍，能阴间通话无限流量信号很强的灵媒，还有能够召唤太上老君哪吒三太子的神奇大法师。 I'm calling you from Zambia. Sí, hola, buenos días. Este es el teléfono de Madeline. I live in Nottingham, in Nottinghamshire. I'm a clairvoyant from Scotland, and I've actually helped police before. 25 years I've been seeing things before they happen. 比如有2个西班牙人跑过来爆料说 Maddie 在失踪之后不久，在巴塞罗那的一个小酒馆里，他们听到一个英国口音的女人在问另外一个人，他要的那个新的女儿为什么还没到呢？于是这俩人好奇的一回头，发现那个问话的女人好像很眼熟嘛，尽管戴着大大的黑超墨镜，裹的围巾遮了半张脸，但是怎么看怎么都像是小贝的老婆辣妹维多利亚呀。这俩西班牙人一琢磨，哟，搞不好是小贝家连生了3个儿子，想闺女想疯了，于是花钱找人买个英国小女孩。您说说，小贝这个枪躺的都不知道该说啥好了。正是因为有太多这样脑洞清奇的货色出来暖场才衬托出下面登场的这位之高端不凡。此人呢，名叫 Kevin Halligan， 是一个特殊危机问题处理专家。至于怎么个特殊法呢，一时间也说不清楚，但人家的确是成功的在非洲象牙海岸解救出了被当地关押已久的多名荷兰公司的员工。这个听起来非常牛的事儿其实有一个见不得人的背景，那就是那家荷兰的叫 Trafigura 的公司呢，非法倾倒了海量的有毒废料，屡次警告不改，最后才被人家连车带人给抓喽。因为这种丢人现眼的勾当被捕，荷兰政府当然不愿意插手了，于是几度转手才找到这个 Halligan 去捞人。也不知道这人什么来头，到底使了什么法子，反正是成功的把人给弄回来了，皆大欢喜嘛。这次成功打响名号之后Halligan 干脆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名叫 Oakley International 的公司，主打跨国营救和危机善后服务。他自称人脉遍布全球，英国的军情5处6处，美国的 FBI、CIA 那都是老熟人，个个敞开大门等他进去唠嗑呢。这些个超级大国的间谍卫星那都是随便用，人家从巴格达最隐秘的监狱都能把人给捞出来，找个丢了的小姑娘那还不是信手拈来吗？什么都好就是价格不菲。经过多次谈判，他跟 Maddie 父母签了一份价值50万欧的工作合同，时间是6个月。如果能够找到活着的 Maddie， 那么他将会得到另外50万欧的奖励。如果算上附加的花销他一个人几乎就能清空整个寻找 Maddie 基金里的钱。但是呢，病急乱投医的父母也顾不得这么许多了，现在已经不是找女儿这么简单了，他们非常迫切的需要一些证据来洗清自己身上的嫌疑。英国警察帮不上忙，葡萄牙那边呢憋足了劲儿要送他俩去坐牢。这个从天而降的现实版007，也许是他们能捞到的最靠谱的一根稻草了。一开始呢，这个 Halligan 表现得非常专业，他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飞到事发小城，深入当地寻找线索。带队的是一个军情6处的退休特工谈判专家。Halligan 动用人脉，调出了很多葡萄牙警方的一手材料，从里边一一筛选，希望能够找到之前无意中被错过的线索。您别说1个月后呢，他们还真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点。
案发当晚10点，也就是几乎是 Maddie 被发现失踪的同时，距离出事的 A 座别墅450米的地方，有一对同样过来度假的爱尔兰夫妇，看到了一个男人抱着孩子，孩子呢大概3岁到4岁，金色头发，白皙的皮肤，穿着浅色的睡衣，没有穿鞋。那名男子大概身高在1.75米到1.8米之间，中等偏瘦的身材，棕色短发。这个呀，与之前 C 老婆看到的那个抱着孩子的男人几乎是描述一致的。这个人呢，看起来并不像是游客，也不是很像当地人，而最重要的是，他抱着孩子显得特别别扭，一看就不是特别会抱孩子的人。于是这对爱尔兰夫妻呢，就特意多看了几眼。在Maddie失踪以后，这俩人曾经去葡萄牙警方报告过这个线索，但是却被警察做了个笔录，就草草了事。因为当时警察的重点放在熟人作案、父母作案这个上面，根本就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Halligan 根据葡萄牙警方的记录找到了这对爱尔兰夫妻，可是这个时候距离 Maddie 失踪已经超过了1年之久，两个人也没办法确切的提供那个可疑男人的相貌细节。在分别做出的嫌疑人绘图中，一个画出来了尖脸，一个画出来了方脸，差的不要太多。此路不通之后呢，Halligan就想到把案件相关人员的照片排列在这对夫妇面前，希望他们能够认出那个男子。几经犹豫之后夫妇二人终于从照片中挑出了其中一张，他们一致确认到就是他。而这张照片上的男子正是 Maddie 的父亲 Jerry。 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呀，因为他们看见嫌疑人的时候是晚上10点钟，这个时候 Jerry 正在餐馆和其他人一起吃饭呢，有10多个目击证人，绝对不可能分身出现在距离案发现场400多米的地方。摆了乌龙的爱尔兰夫妻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他们觉得也许是跟这个案件相关的报道后来看的太多了。小姑娘的爸爸呢也是短发中等身材，所以这两个形象就重合了，不好意思但是呢，也不能说这个事儿一点帮助都没有，至少他们的证词能够证明那个 C 老婆没撒谎，也许真的是有外人作案绑架了 Maddie。 于是呢，他们把那个男人抱着孩子的图片复印了几万份，见着当地人就发，希望能够找到其他的目击证人。这次又有了一个新的线索，就是那个 A 座别墅房东老太的侄儿。这个人呢，长期住在这栋联排别墅中的一间，帮老夫妻管理房子。他说在案发的前1、2天，看到有一个长得非常丑陋的男人在这附近出没，深色短发，卡其色长裤，跟 C 老婆和那对爱尔兰小夫妻看到的男人的衣着体型都很类似。那个男人鬼鬼祟祟，探头探脑，好像是在故意踩点，在案发当天下午还出现过一次。等他上去询问的时候呢，那个人说是给某个慈善组织过来拉捐款的。目击证人给出了这个嫌疑人的正面画像，的确是挺丑的。根据这个新画像，调查人员又开始了一轮的询问，结果一个在街上的乞丐认出了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呢叫 George， 是个吉普赛人，手下有好几个孩子给他工作，找游客要钱的同时呢，就搞点小偷小摸。大半年前George 弄来了一个金发的小女孩，说是个好宝贝，留着有大用处。难道说小 Maddie 是落到这些人的手里，沦为小乞丐了吗？对此调查小组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里面的声音分析专家认为，这个提供信息的乞丐呢非常不靠谱。这个大叔是小组里的专业人士，之前为 CIA 工作了30多年，人称行走的测谎机他的工作呢是根据对方说话的用词、语气、语调、语速，用专门的仪器来进行分析，以辨别真假。大叔就觉得这乞丐的声音高低弧度不明显，语气飘忽不定，不是喝高了就是磕大了，绝对是张嘴胡诌求关注骗点击。可是呢，这侦探 Halligan 听不进去他一意孤行的就是要去查那个丑陋的吉普赛人。于是他们就开始集中调查本地的外来聚居区和露天市场，派出了不同的人过去卧底，希望能够找到这个 George 的下落。这么一找又找了1个多月。您还别说，折腾来折腾去，还真让他们拍到了那个 George 的正脸照片。这个人的确是控制了很多小孩给他工作，但是这里面却没有 Maddie。 可是当他们把这个照片给那几个目击证人看的时候，房东侄儿和那对爱尔兰小夫妻都摇头说不认识，这不是那个抱孩子的男人。但是拿去给 C 老婆看的时候，竟然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说对对对，就是他。大家还记得吗？
这位 C 家的老婆之前明明说自己脸盲，外加当天晚上什么都看不清，为什么这回突然这么确定了呢？那个声音分析师大叔马上就发现不对劲儿啊 ，C 老婆的语气语调都有很大的问题，绝对是在说谎。更奇怪的是，在反复听了 C 老婆的录音以后，他发现背景里头还有一个非常轻的男声。提取处理之后呢，他把这个声音加强了数倍，结果发现这个人其实是在偷偷的教 C 老婆回答问题。这人是谁呢？专门吃这碗饭的分析师大叔啊，一听就听出来了，这分明就是调查小队的老板，那个私人侦探 Halligan 啊。这到底是唱的哪出啊？很有正义感的大叔啊，已经不管自己是不是在给 Halligan 打工了，他直接把这份证据交给了英国警方，说这里头肯定有鬼，请彻查。结果这么一查呀，一个大骗局浮出了水面。原来那个 Halligan 啊，从一开始在小女孩父母那儿拿了30万欧的首付款之后呢，就不停的要钱，说他能从 CIA 那儿提取出间谍卫星在案发当晚记录的录像，但是还要20万才能拿到手。Maddie 爹妈觉得这钱太多了，坚持要看到其他的证据，确认是有眉目了才转账。但是之前也说了，Halligan 忙活了几个月，其实就跟个驴推磨似的，原地打转，手里头啥都没有。于是啊，他就想办法买通了目击证人中的 C 老婆，让他做假证，说 George 就是偷孩子的嫌疑人，给孩子父母一个希望，一个调查的方向，这样才好继续骗钱嘛。这个所谓的私家侦探、特殊危机问题处理专家，本身就是个大骗子。他既不是 FBI， 也不是 CIA， 跟英国的军情5处6处更是没关系。他本来啊是个电脑推销员，一张巧嘴混社会，骗吃骗喝骗钱财啊。在神演技的加持下，英国人觉得他是美国人，美国人呢觉得他是英国人，军情6处觉得他是 CIA 间谍， CIA 觉得他是现实版007。更加恶劣的是啊，他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已经把 Maddie 父母付给他那30万欧元挥霍一空了，住星级宾馆，吃米其林大餐，身边美女豪车无数，但就是拖着工资不发。那个帮他找人的前特工领队啊，3个多月了没看到1分钱，支票永远在跳票。发现真相的 Maddie 父母愤怒不已，开始在媒体上手撕骗子。骗子呢也不甘示弱，还向媒体暗示说自己手里有另外一些证据跟 Maddie 的失踪案有关，但是由于对孩子的父母不利，根据之前的合同要求不能公开。但是警告 Maddie 父母不要欺人太甚啊，否则我跟你拼个鱼死网破。本来就怀疑父母是凶手的围观群众，莫名的获得了观看狗咬狗的神奇快感。但是这场对决并没有进行很久，因为骗子 Halligan 也没有如约进行爆料。为什么呢？他被捕了。怎么回事呢？其实啊，他被抓呀，倒不是因为 Maddie 这个事儿，而是因为之前的那次非洲象牙海岸的营救事件中，他被发现在行动中做假账骗钱。其实啊，当时所谓的营救根本就是一场骗局，那些乱丢有毒垃圾的荷兰人本来就已经被决定释放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营救事件。Halligan 呢，就是坐飞机过去逛了一圈，跟监狱的几个小头头吃了点饭，喝了点小酒，就这样，他各种巧立名目，从那间荷兰公司手里榨了130多万的佣金。他用这个钱在美国买了房子、车子，把自个儿包装成一个很有逼格的间谍，继续骗钱。Halligan 最后被判入狱7个月，吊销了美国的公司执照，刑期结束以后直接遣返爱尔兰。这货啊，其实不是美国人，英国人也不认他，但是呢，他在几个国家都有合法注册结婚的老婆。至于骗来的那些钱啊，他零星的归还了一些，但是大头是追不回来了。Maddie 的基金就这样被骗子骗走了大半，不仅人没找回来，钱也先没了。正当 Maddie 的父母陷入困境时，他们得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葡萄牙警方突然撤回了对他们的指控，正式将他们从嫌疑人名单中移除了。这个转变发生在2008年7月，距离 Maddie 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零2个月。这个消息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解脱呀。虽然女儿依然下落不明，但是他们终于不再背负着涉嫌罪行的沉重压力。这期间呢，葡萄牙方面的调查陷入了僵局，他们无法找到新的证据，再将小女孩的父母和失踪案联系起来，也无法进一步检测已有证据，全部进入死锁状态。但是这其实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呢是负责此案的警长在2007年底突然被停职调查，一夜间从调查者变成了被调查者。
警长成了嫌疑犯。这跟他在3年前调查的另一起儿童失踪案有关。当时呢，有一个8岁的葡萄牙女孩在另外一个小城消失，情况和 Maddie 一样，没有尸体，没有凶器，什么都没有。当时负责案件的 Emerald 警长呢，逮捕了女孩的母亲和舅舅，这俩人随后承认杀人毁尸，最后被判16年监禁。这是葡萄牙犯罪史上第一次没有尸体而有人被判刑的谋杀案。两人之后呢提出上诉，理由是警察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经过2年多的调查，最后的结论是无法证明警长 Emery 证据作假，但是他的确包庇其他暴力执法的警员，并且对逼供开了绿灯。于是他被就地停职，被判18个月缓刑。那这个事儿一出，葡萄牙警方的信用彻底破产，在之前调查 Maddie 失踪案里做出的努力全部付之一炬。在 Maddie 父母请来的那些厉害的律师、危机公关面前，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在这些事件的挤压下，葡萄牙方面最终放弃了对这个案子的调查，放过了 Maddie 的父母。在得到消息以后， Kate 和 Jerry 夫妇又开了一次发布会，感谢大家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希望能够继续帮助他们找到女儿。潜台词呢，也许是继续捐款。在这以后这个案子就正式进入了一个3不管阶段。葡萄牙方面坚信没有别的嫌疑人存在，就是女孩的父母运气太好，逃脱了法律制裁而已。没有其他证据的英国人呢，也不想再趟这趟浑水，耗时耗力不说，搞不好还会打脸。至于 Maddie 的爹妈，他们每年都会在女儿失踪的日子、生日，还有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节日出来喊两嗓子，要大家帮忙继续找人。而剩下的时候，主要就在干一件事儿，打官司。这官司的起源呢，是一本书。那个被停职的葡萄牙警长一直觉得自己没错，他涉嫌参与逼供的儿童失踪案，的确也有别的证据表明女孩的母亲和舅舅就是凶手。这俩人2审呢，同样被定罪。在他的判断中Maddie 的父母就是凶手。于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寻求正义，写了一本叫做《Maddie: The Truth of the Lie》的书，在2008年1年就销售了18万册，翻译成6种语言。同名的有声书在网上的流量也很大。多提一句这个案子里头呢，很多人后面都写书了。小女孩的爸爸妈妈分别出了书，警长也写书，还有那7个一起度假的夫妻里面也有一对写了书。好像一沾了这个案子的人呢，个个都摇身一变成了作家。在这本书里呢，警长公开了6000多页警方的证据、目击证人、证物、口供，还有 Maddie 父母坚决不愿意回答的那48个问题。Maddie 的爹妈从一开始就竭尽全力想要禁止这本书的发行，但是却一次又一次的败诉。法庭的理由呢，是这警长在书里头并没有造谣公开的都是有理有据的官方证据，他有出版的自由，也有言论的自由。这趟官司一直打到2017年3月才在葡萄牙最高法院完事儿。Kate 和 Jerry 在9年的官司中再次败诉， Maddie 的基金支付了他们所有打官司的费用，到这个时候已经所剩无几。时间就这么1年又1年的过去了，也有很多其他的人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继续在找人。在这期间，摩洛哥、澳大利亚、意大利、墨西哥都有疑似 Maddie 的小女孩出现，每次都有热心人不远万里过去找人，但是每次都被证实不是 Maddie。而警方呢，也一直在用电脑模拟小女孩长大以后可能的相貌，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线索。 Please help us as a family. Please help us find Madeleine. So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Madeleine is out there. I don't believe Madeleine has been taken away from us permanently. I don't believe that. I don't feel it. Maddie 那双特殊的眼睛让她在这个世界上是藏不住的，于是有很多人依然希望她能够有朝一日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平安归来，开始自己的人生。但是到了2020年6月，人们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德国警方宣布，他们已经找到了 Maddie 失踪案的新嫌疑人，而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 Maddie 已经遇害。The 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 is investigating a 43-year-old German national on suspicion of murder. We are assuming that the girl is dead. 虽说警方给出的信息非常有限但是由于此案在过去的10几年中极高的关注度，一时间各国记者云集德国，想看看那位嫌犯到底什么来路。这名嫌犯叫 Christian Bruckner， 以下简称为嫌犯 C。 他47岁，德国籍，因为侵犯和殴打一位72岁的老妇人，坐牢接近7年。听听这个罪名就够让人觉得发指了。
根据警方后来公开的信息呢，这嫌犯 C 在15岁的时候就因为涉嫌侵犯同校女生被捕，在爹妈的帮助下，在青少年法庭开庭审理之前成功逃离了德国，成为了一个通缉犯。后来一直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地流窜，干的也都是些拉皮条、贩卖违禁品、小偷小摸的活。由于害怕被抓到后遣返回德国，他大多数时候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3个月。直到他来到葡萄牙的卢斯，发现这地儿简直是一块宝地，人傻钱多，到处是多金又松弛的外国游客，而且当地警察个个是酒囊饭袋、形同虚设。他不仅用假身份租了房，还给自己找了份网球教练的工作，其实呢，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目标是傍富婆，并且趁他们不备偷钱偷珠宝，偶尔还会干些入室盗窃的勾当。因为这些游客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逗留时间很短，很多时候都会选择忍气吞声。2005年，嫌犯 C 在距离案发地点2公里的一处豪华度假公寓中侵犯并殴打了一位72岁的美国老太太，整个过程长达4个小时，手法残忍，令人发指，包括用拐杖打断了她的2根肋骨，并且还变态的全程进行了录像。老太太呢，出于恐惧，害怕受虐录像被曝光，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还对医护人员说她是自个儿从楼梯上摔倒而受伤。由于她的伤势的确不像意外，医院还是通知了警察。之后嫌犯 C 被捕，可由于受害人老太太不愿意出庭作证，最后她仅仅被轻判8个月，并且葡萄牙警方并未和德国方面互通信息，所以呢，她出狱之后也没有被遣返。可就是在她放出来仅4个月后，就发生了 Maddie 失踪案。在失踪案发生后这嫌犯 C 作为一个有案底的前科犯，也短暂进入过警方的调查名单，但因为他当时很快又潜逃回了德国，所以就不了了之了。那么他后来又是怎么跟这个案件扯上关系的呢？这个还要说回他之前那次侵犯老太太服刑的事儿。在监狱里头他遇到了一个臭味相投的狱友，这人比他提前几个月释放了。当时呢，嫌犯 C 就请求他去自己租的公寓，把一台手提电脑以及衣橱里藏着的几块硬盘取出来销毁掉。这狱友也是个贪财之人，嘴上答应的好好的，私下里就把这些东西给扣了下来，想要卖个2手。由于没找到合适的买家，这一来二去就耽搁了。案发1年以后，这个狱友和嫌犯 C 在德国重遇，两人相约去酒吧喝上一杯，刚好看见电视上播放着有关 Maddie 失踪案的案件回顾。嫌犯 C 盯着电视，喃喃自语的就说了一句：“当然不会有人听见什么动静，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尖叫。”这句话听得坐在对面的狱友汗毛都立了起来。他之后想要跟嫌犯 C 套话，但是对方却顾左右而言他。回家后这狱友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对，于是跑去警察局进行了举报。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他自己就有一大堆诈骗、盗窃、贩卖违禁品的前科警察根本就没把他说的话当回事儿，就连狱友送过来嫌犯 C 的那电脑和硬盘也都看都不看，直接就收进了证物袋。之后整整9年，嫌犯 C 这个人渣继续作奸犯科。根据他的一位邻居描述，他交往的几任女友都是刚成年或者20出头的姑娘。他对这些女孩进行心理和肉体上的双重操控，甚至还逼迫她们出卖肉体换钱来供他挥霍。或许是出于他的淫威，或许真是有什么把柄攥在他的手上，这些女友们没有一个报警抓他的。直到2017年 Maddie 失踪10周年纪念，德国电视台又专门做了一期专题节目，并且公开了犯罪专家对嫌犯进行的心理画像。节目播出后又有人打电话举报说嫌犯 C 非常符合这里边的每一条。而刚好这时呢，他又因为侵犯一名女背包客而被捕了。警方在搜查他家的时候，发现后院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用铲子挖开，先是发现了一具被毯子重重包裹的宠物狗的尸体，下面还有一个密封好的小铁箱，里面都是光盘。警方在公开文件中只是含糊地说了里面都是拍摄的一些私人录像，内容非常令人不安。但是根据一位澳大利亚记者得到的信息，里面全部是侵犯和虐待女性的视频和照片，年龄跨度从70多到未成年。因为拍摄的角度和画质受损，里面很多受害人的身份都无法辨别，也无法确认施暴者是否就是嫌犯 C 本人。此时呢，警方终于想起来之前狱友送过来的那包东西，赶紧将里面所有视频提取出来，截图进行面容比对，发现里面能够被清晰辨认出的一位受害人，就是之前讲过的那位72岁的老妇人。
好在这个时候，尽管他已经是80岁高龄了，但是头脑依然清楚，并且从一堆照片中准确指认出了凶手。有了老太太的确认，嫌犯 C 的罪名从一开始的侵犯女性增加到了殴打、虐待以及无照制作色情制品。最终他在德国被判入狱。但其实呢，这才刚刚是一个开始。警方的专家随后恢复了他电脑里面所有被删除的信息和邮件，不少都是他跟一些地下暗网联系售卖视频，以及跟一些网上恋童癖进行交流的内容。而在2007年左右的几封邮件中，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跳了出来， Madeleine McCann。 这些邮件的具体内容没有被对外公开，警方只是说在阅读完之后有理由相信 Maddie 在被绑架之后不久就已经遇害，而凶手就是嫌犯 C。 他们还透露，根据嫌犯 C 的手机信息，他在 Maddie 失踪案的当晚接到了好几通号码为隐藏的电话，根据定位拨打地点就是在他父母聚餐的餐馆附近。警方推断说，可能是餐馆里头有服务生当了他的眼线，把那几对父母回去查看孩子的时间通报给了嫌犯 C， 才能让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非常精准地进行了作案。由于他的大部分犯罪行为都发生在2000年到2017年之间，而且几乎都是在葡萄牙境内作案，所以根据属地管辖权，他被送到葡萄牙进行审判。按照检方的说法，如果罪名成立，他将会面临最低15年、最高终身监禁的惩罚。难道说这个世纪悬案真的就这么解开了吗？可等到2024年的10月，嫌犯 C 在葡萄牙正式开庭时，结果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不仅是5项性侵罪名全部无罪，最受瞩目的 Maddie 绑架案则根本就没有被提起。理由呢，是检方提出的所有证据都是电脑和光盘上的记录，没有一个受害人的身份真的被确认，也没有一个人出庭作证。说白了就是只凭照片和录像带没办法送他去坐牢。而 Maddie 的失踪案更是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嫌犯 C 就是绑架他的凶手，那些邮件里面说的话可能就是他在暗网上吹的牛而已。德国和葡萄牙警方成立的专家组对找到的那全部10几个 G 的照片和录像翻来覆去的看过很多遍，却一直拿不出哪怕是一张和 Maddie 相似的照片。至于手机定位，在2007年的技术也有很大的误差，餐厅周围500米之内的人都有可能拨打给嫌犯 C， 无法确认就是员工内鬼干的。也就是说，嫌犯 C 呢的确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不假，但是控方却很难说服法庭他就是绑架 Maddie 的凶手。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这个警方所说的第一嫌疑人最后呢其实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时至今日，Maddie 依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案件的上下集总算说完了，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说完之后呢，感觉心中还是很郁闷的。阳光普照的人间，总有很多黑暗的角落不能被照亮，很多冤魂无法昭雪，很多恶无法如愿被铲除。我们也是衷心的希望所有的家长和小朋友们能够多一份警惕，多一份对家人安全和健康的关注。谢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